当今皇帝十分痴情，先皇后过世后，他就到处寻皇后的同乡。只要任何人能有3分先皇后的风采，便可宠冠6宫，风头无两。我刚刚穿越过来，就稀里糊涂地被抓进宫。面对着秀女考核的第一道大题，奇变偶不变的下一句是什么？看着身边的秀女纷纷写下答案，我只觉得遍体生寒。当夜，答题成绩最好的秀女被送进了皇帝的寝宫，但自那夜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她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低垂着头，在太监的带领下，跟着一排秀女走进了一个破败的院子。从今天开始，各位小主就住在此处。各位出入宫闱，少不得吃些辛苦，等什么时候你们得了圣宠，自然有更好的去处。我身边的圆脸姑娘低声抱怨了几句，然后举起手：公公，我们住在这里，连皇帝的面都见不到，猴年马月才能得到圣宠啊。那公公挑挑眉，看了他一眼，皮笑肉不笑。各位小主稍安勿躁，这机会嘛，还是可以自己争取的。之前和你们一道入宫的薛小姐，就是因为答题答得好，已经得了陛下嘉赏。另一个小个子的姑娘朗声追问道：公公，她得了什么嘉赏啊？那公公轻咳了2声。薛小姐说不喜皇宫沉闷，向往皇家园林的怡然自在。陛下已经允了她去园子常住，日后陛下过去，也不带其他妃嫔，都由薛小姐一人伴驾。听到昨日还一起答题的姐妹已经有了好去处，很多人立马坐不住了。哎呀，早知道我也好好答了，我还以为那答案不重要呢。也不能全怪我啊，我是文科生，对几句诗词歌赋就算了，理科的东西实在不懂。传闻说先皇后是穿越女，看来确实不假，这些问题应该都是她留下来的。先皇后一定很厉害，她都死了这么久了，皇帝还惦记她呢，可真痴情。看来这里的皇帝也是厌倦了世家小姐装腔作势的那一套，喜欢玩点新鲜的。嗨，没事，我之前看过那么多穿越小说和宫斗剧，肯定能在这里混个皇后做作。听着身边叽叽喳喳的议论声，我自始至终低垂着头，一句话也不敢多说。那公公明显注意到了我的异常，指了指我。我赶紧行了一礼，有些局促地回道：回公公的话，这民女进宫实属误会。民女本不是先皇后的同乡，只是当时刚好经过那里，便也被带了进来。民女只勉强识的几个字，姐妹们刚刚所言，民女听不懂。那公公脸上的笑容一滞，随即眼神玩味。哦，竟然有这样的误会。见我低眉顺眼的样子，确实与旁边的姑娘们不同。那位公公想了想，又看了我一眼。姑娘既然已经来了，不妨先住下吧。甭管是不是先皇后的同乡，能入宫侍奉陛下都是福气。若是实在不得圣宠，做个宫女也没什么不好，到了年纪自然会放你们出宫。我没敢再说什么，赶紧躬身行了一礼，又低下头去。是夜，秀女们睡在一张大通铺上，兴奋得好像学生春游外宿一般。听着他们兴奋地彼此介绍，又信誓旦旦地要在这里闯出一番天地，我只觉得不寒而栗。如果先皇后是穿越女，为什么这么年轻就早早离世？如果皇帝钟爱穿越女，又不停地搜罗他们入宫，那为什么还有如此之多的妃位空悬？如果这里曾经汇集了无数拥有现代思想和才学的女性，为什么依然等级森严，人如草芥？还有，那个姓薛的姑娘真的被送去了皇家园林吗？我看着窗棂上狰狞的树影，怀疑今晚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有人在暗中偷听。我不敢说话，只能扯过被子蒙住了头，祈祷自己不要说梦话，更不要暴露真实身份。秀女所的环境很差，大家一开始还有几分新鲜感，日子久了，抱怨声就渐渐多了。最近天气转凉，大家要用井水洗衣服，每次都如同上刑一般。许是我看着老实低调，他们观察了我一段时间，也判定我确实不是同乡，有的人便打起了我的主意。哎，那个赵秀秀，你帮我把衣服洗了。我看着眼前少女明艳的脸，寸步不让。凭啥？嬷嬷说了，住在这里的人都要自己洗衣服。林婉婉抬着下巴嗤笑一声。我劝你识相一些，我早晚是要获得圣宠的。你要是好好伺候我呢，到时候我就选你做我的宫女，跟着我过好日子。你要是惹我不开心，
到时候我就让皇帝把你赐给太监做对食，让你一辈子不能出宫，还要被老太监糟践。我眉头微蹙，心底升起不祥的预感。这些少女穿越过来还不到半个月，就已经如同这皇宫里的其他人一样，已经开始有了阶级意识。我梗着脖子顶嘴，你胡说，你都住在这里这么久了，都没有见过皇帝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吹牛？他得意洋洋地白了我一眼，你懂什么？我这几天已经研究过关于先皇后的传言了，知道皇帝喜欢她什么。等我有机会见到皇帝，一定能一下子俘获他的心。到时候你跪着求我，我都未必肯让你摸到我的衣服。我抿着嘴，看起来蠢笨又倔强。我是不可能给林婉婉洗衣服的，皇宫的红墙金瓦已经开始吞噬人性。这里说白了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秀女丛林，一旦我表现得软弱可欺，等待我的将是无尽地狱。但我又不能直白地拒绝，我要想好怎么说才能显得合理，同时断绝其他人也趁机踩在我头上的可能。就在我绞尽脑汁思考的时候，那天带我们入宫的曹公公突然走了进来。各位小主安好啊！其他人纷纷看向他，只有我赶紧屈膝行礼。曹公公笑着摆摆手，哎，小主不必多礼，小主们日后就是这宫里的主子，老奴只是奴才，这哪有主子向奴才行礼的道理，您说是吧？曹公公的话逗笑了好几个女孩，但我没敢笑，只觉得他愈加可怕。曹公公此行倒是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皇帝终于准备见见这些新入宫的秀女，并为大家准备了第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——写诗。看着众人跃跃欲试的眼神，我赶紧怯生生地问了一句：曹公公，要是不会写诗，陛下会责罚吗？曹公公笑着看了我一眼，小主多虑了，能写会写的，陛下自然喜欢，但小主若是不善此道，日后也自有其他出头的机会。我尴尬地笑了2声，又退回了人群当中。当天晚上，我们一群人被带到了一个堆满了漂亮衣裙和胭脂水粉的屋子里。老嬷嬷笑得一脸慈爱，各位小主，这里的东西你们随便取用，或者有其他想要的也可以同奴婢说。今晚就要面圣，能不能拔得头筹，就在此一举了。看着同伴们欢乐地扑向那些衣服首饰，我只觉得这情景似曾相识。《千与千寻》里，他的父母变成猪之前好像就是这样，欲望被无限制的满足。我小心翼翼地挑了一件颜色和款式都十分低调的裙子，也没敢佩戴什么首饰。看着一屋子美艳夺目的秀女，我心底的预感越发不祥。宴会上，众人终于见到了传说中情深意重的帝王。我随着众人的视线偷偷瞄了一眼，气宇轩昂，剑眉星目，只听周围此起彼伏的吸气声，便不难想象这位帝王会俘获多少少女心。可我却看见了他嘴角的冷笑，与其说那双眼睛里蕴含情意，倒不如说写满了杀意。曹公公站在皇帝身后，代帝王宣旨。他说：“今日是先皇后的生辰，为解陛下忧思，缅怀先皇后，请众人以自由或爱情为题，赋诗一首。”我提笔的手愣在当场，没想到皇帝这么快就动了杀心。果然，秀女所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内，那里的每一句话都传进了他的耳朵。我看了看周围，有不少人已经开始动笔，一首又一首熟悉的诗词开始落于纸面。林婉婉见我一直瞥向她的桌子，还用手挡了一下。看什么看？你自己不会写？我赶紧低下头，绞尽脑汁写了一首狗屁不通的五言诗。林婉婉今晚的打扮格外出众，甚至她还对宫里给的衣服做了改良，一看就有几分现代礼服的影子。她人长得漂亮，穿得张扬，写诗更是又快又好。看着她笑盈盈的第一个提交了诗作，我赶紧又看了她一眼。我有预感，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果然，皇帝看了他的诗赞不绝口，当即钦点他今夜侍寝。林婉婉昂着下巴从我身边走过，还特意重重踩了我一脚。土包子，等我风飞了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赶紧低头，生怕上头的皇帝也注意到我。林婉婉被太监们抬走的时候，听到的都是周围人的羡慕和讨好，只有我缩在角落，掌心一阵阵冒着冷汗。第二天，我们并没有等来林婉婉风飞的好消息，一直到傍晚时分，曹公公才亲自来了秀女所，公布了林婉婉的死讯。
林婉婉大逆不道，冒犯了陛下，已经被赐了毒酒。各位小主，老奴多嘴提醒一句，宫里有宫里的规矩，各位还是要知进退才好。众人噤若寒蝉，只有我屈膝行礼，目送曹公公一行离开。等太监们走了，秀女们才纷纷议论起来。你们说那林婉婉到底干什么了呀？不知道，不过她这人一看就挺狂的，不会在皇帝面前也耍小性子了吧？活该，我早就看她不顺眼了。大家都是穿越来的，就她觉得自己高人一等。就是，之前还想欺负秀秀，给她洗衣服。秀秀，你说是吧？我吓了一跳，愣了片刻，也没敢点头。他们看不上我这副被吓破胆的样子，又围绕林婉婉讨论了起来。我一个人走到一旁的大树旁坐下，感觉冷汗已经浸湿了后背。明明是一起一路走过来的同伴，虽然算不得多亲密，但也是一条活生生的性命。如今一条人命就这么轻飘飘的没了，大家的注意力却不是杀人的制度，而是他违反了规则。什么规则？大家不都是从法治社会来的吗？为什么这么快就接受了皇权的压迫？我抬头看向高耸的宫墙，更加坚定了要逃出去的决心。这里太可怕了，这皇城会把每个人都变成怪物。秀女们还在讨论昨晚彼此的诗，我旁听了几句，突然想起了林婉婉的诗作：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看来这才是她丧命的理由。她甚至不需要做什么，这份思想就已经触怒了掌权者。我慢慢闭上眼睛，开始回想起这宫里关于先皇后的传言。这个没有棺椁灵柩的穿越女，她真的死了吗？还是回到了自己的世界？那夜的宫宴之后，虽然没有秀女再得到面圣的机会，但生活也迎来了新的改变。我们不必再居住秀女所，而是各自有了新的去处。曹公公带着一群宫女太监来到我们面前。各位小主，这些奴才就是日后伺候你们的人，请各位小主自行选择。周围的几个女孩子眼睛都亮了。入宫这么久，大家名为秀女，但其实身份连体面些的宫女都不如。现在这些女孩子终于可以体会到成为人上人的感觉了。只要选定了伺候的人，以后便是真正的主子了。我没敢动，眼看着其他人各自选好了合眼缘的下人，剩下的人越来越少。我终于注意到曹公公身后不远处站着一个脸上带伤的小太监。我壮着胆子上前一步，敢问曹公公，那位小公公？曹公公顺着我的视线回头看了一眼，淡淡一笑：那孩子不懂规矩，前几天惹恼了梅嫔娘娘，咱家就把他带过来碰碰运气，若是有主子要他，便留下来；若是没有，就只能去新者库了。小太监眼圈都红了，明明全身都在发抖，却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我实在是于心不忍，这个少年不过14、15岁的样子，比我在现实世界的堂弟看着还小一些。我掏出身上仅有的一块银子，小心翼翼地塞到曹公公手里。公公人善，我看这孩子倒是合眼缘，求公公让他跟着我吧。曹公公略一挑眉，沉默片刻，突然又笑了：小福子，过来，以后这就是你的新主子了。那小太监赶紧上前给我磕头，我生受了他一礼，便把人拉了起来。随即又挑了个瘦瘦小小的宫女，便算完成了今天的任务。我听见其他女孩子都在给跟着自己的宫人改名字，有的叫锦溪，有的叫浣碧，还有的叫容佩，怀的什么心思一点都不难猜。我看着身后的一对少男少女，小福子，这名字挺好听的，你就叫这个吧。你呢？你叫什么？小宫女细声细语地回道：奴婢叫柳絮。我皱皱眉：你入宫之前的名字是什么？小姑娘怯生生地看了我一眼：奴婢入宫之前叫望春，可与宫里的贵人们冲撞。她摇摇头：回小主，不曾冲撞。我伸手揉了揉她的头：那就还叫望春吧，这个名字很好，你爹娘一定很疼你。小姑娘眼圈一红，重重点了点头。这一夜，望春与我同宿，而本该守在外面的小福子却出现在了曹公公的房间里。干爹！曹公公不动声色地看了小福子一眼：看紧他。小福子低下头：是，儿子明白。第二日一早，我们得到了另一个好消息，
皇帝特许我们去参观先皇后的住处，以让我们这些同乡秀女感念先皇后的恩德。这对旁人来说是不是好消息我不知道，但对我来说确实是难得的获取情报的机会。我真的很想知道，先皇后作为最早来到这里的穿越女，到底对这个王朝怀着什么样的看法，以及她究竟是香消玉殒，还是另有归处。听说先皇后过世之后，七无宫里的一切都保留着原本的样子，这里的时间仿佛停滞在了主人离开的那一刻。这么多年，除了皇帝偶尔过来坐坐，其他人一步也不得靠近，而我们被特许前来，实属皇恩浩荡。不得不说，七无宫确实与这宫里的其他宫殿明显不同。只看环境陈设，也知道住在这里的女人并不属于这个时代。其他人都在参观研究先皇后的服装首饰，以借此推测皇帝的喜好，而我却悄悄溜进了先皇后的书房。我在书架上仔细翻找，终于在角落里发现了一本落满了灰尘的书籍。我之所以能注意到它，是因为这本书的书脊上用铅笔轻轻地写着一个 home 家。难道这里标注了先皇后如何回家的方法？我抑制不住剧烈的心跳，颤抖着双手翻开了书籍，却只在每页最不起眼的位置都看到了一个英文字母。一开始我还没有注意，直到一连翻过好几页，我才恍然大悟。这些英文字母连起来应该是一句话。肾上腺素在兴奋与恐惧的双重作用下飙升，我知道自己必须在被驱离这里之前记下这唯一的暗号。毕竟这里守卫森严，之后再想进来简直是天方夜谭。终于，在工人来寻人的前一刻，我把书籍放回了原位，装作若无其事地摆弄着桌上的文房四宝。就在我以为能全身而退之时，皇帝突然驾临。他笑着看向面前众人，今日都有谁去了先皇后的书房？我心头一惊，冷汗瞬间浸湿了掌心，赶紧跪了下来。回陛下，奴婢去过。皇帝扬了扬嘴角，踱步走到我身边，一伸手把我扶了起来。可是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？我尽量控制着自己不要发抖，演出一副真诚而羞愧的样子。回陛下，奴婢上次作诗做得不好。听闻先皇后才华盖世，便想着看看娘娘的手稿。皇帝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。半晌，他笑了出来。可学会什么了？我回忆着先皇后的那些手稿，无辜地眨眨眼睛。回陛下，奴婢愚钝，先皇后的手稿，字奴婢都认得，但看不懂什么意思。皇帝眼底闪过一抹幽光，一只手放在我的脖子上，看似轻轻抚摸，但其实已经让我透不过气来。就在我觉得自己会死在这里的前一刻，曹公公突然走到皇帝身后，低声耳语了几句。皇帝听了他的话，愣了片刻，然后兴味索然地放开手。蠢笨的东西，看不懂也正常。我赶紧跪下请罪，没敢再抬起头。幸好我不是唯一一个进入先皇后书房的人。皇帝的注意力很快被一个叫芙蓉的姑娘吸引，听着她侃侃而谈，眼神中渐渐有了几分兴致。一直到皇帝牵着芙蓉的手离开，我都跪在原地没敢抬头。终于当所有人都走远，我才踉跄着起身。一抬头发现曹公公就站在我面前不远处，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我不敢露出分毫破绽，赶紧走到他面前。多谢公公刚刚为我解围。曹公公没说话，只静静地看了我片刻。小主，咱家有没有说过，你的眼神与先皇后很像？我大惊失色，不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曹公公说完，伸出手在我的眼睛周围隔空描摹了一圈。小主若是不想给自己惹麻烦，日后还是不要用这样的眼神看人才好。我不敢多问，只能深深地低下头去。是，多谢公公指点。夜深人静之时，我终于把先皇后留下的那句话默写了出来。那是对一处景色的描写，想来应该在皇宫的某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2个单词，一个是景，另一个是鲜血。假设我现在需要在皇宫的特定地点找到一口井，那里就是回到现代的时空之门。但鲜血是什么意思？是要以某人的鲜血才能开启吗？在这皇宫之中，谁的血最有价值？难道是皇帝？那我这任务的难度岂不是跟登天差不多？我长叹一口气，把坐标默默记在心里，
然后亲手把纸条燃成灰烬。几天之后，我的调查毫无进展。皇宫太大，有些地方又不是我的身份可以随便出入的，更别提要弄到皇帝的血。但对其他秀女来说，还是有好消息传来。那天在先皇后宫里受到皇帝称赞的芙蓉，终于获得了封赏，被皇帝亲封为昭仪。一连7日，盛宠不衰。我远远地看着去芙蓉宫里送赏的人排着长队，心里越发感到不安。望春站在我身后，小脸上写满了羡慕。这位杨昭仪可真受宠啊！奴婢听说宫里很久没有人能如此讨陛下欢心了。小福子知道我脾气好，也不讲究太多规矩，所以也乐呵呵地接话。是啊，杨昭仪得宠之前，陛下最宠爱的是贤妃娘娘，现在看来都远不及杨昭仪呢。我瞪大了眼睛，你刚刚说谁？贤妃娘娘？这位娘娘也是先皇后的同乡吗？小福子摇摇头，贤妃娘娘不是，她是辅国大将军的女儿，老将军多年为国征战，功高不赏，去年才回了京城。之前宫里还传言陛下有意立贤妃娘娘为后呢。望春眼睛都亮了，贤妃娘娘的父亲这么厉害啊？小福子得意地昂着头，那当然，我入宫之前可是听过不少老将军的传说呢。听着望春和小福子热火朝天的讨论，我脑海中只有4个大字：借刀杀人。之前皇帝专宠贤妃，看重的不过是他父亲在军中的影响力。现在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，老将军解甲回京，交出兵权，皇帝不可能待贤妃如旧，更不可能封她为后。那么此时在穿越女中挑选一个靶子，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冷落贤妃。如果贤妃忍不住出手，那皇帝就更有了追责的理由。芙蓉怕是危险了。不知是不是我过于谨慎，芙蓉并没有如我猜想的那般遭人陷害。皇帝不仅整日与她出双入对，甚至还把跟她关系比较好的几个秀女安排到了他的宫中陪伴。2个月后，芙蓉被太医诊断出有孕，她瞬间成了宫里人人艳羡的对象。望春摆弄着我们手里仅有的一点存款，十分为难。小主，咱们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，要不干脆给杨昭仪做些点心送过去，好歹是份心意。我赶紧摇头，不必，既然没什么好送的，咱们就不送。反正我与杨昭仪也不是很熟，她平日里应该也想不起我这号人，更别提挑理。望春直挠头，啊，这样好吗？小福子倒是难得机灵，你就听小主的吧。杨昭仪现在金贵得很，咱们礼轻了反而得罪人。我们这边还没就送礼的事情商量出个所以然，芙蓉就出事了。出去打听消息的小福子回来的时候脸都白了，赶紧关紧房门。小主，出大事了！杨昭仪被人下了药，血崩不止。听太医院的人说，孩子肯定是没了，大人怕是也保不住。现在陛下下旨彻查，各宫都被御林军围了起来，已经有不少人都被带走审问了。望春跌坐在地，后怕得直哭。幸亏咱们没给杨昭仪送点心，不然真是说不清楚了。我的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但心底却一片冰凉。不过3个月，已经有4名同伴命丧深宫，这根本不是穿越女的升职记，就是一场大逃杀。自从杨昭仪出事，后宫人人自危，听说连那些出身高门的妃子都低调了许多。半个月后，2个与杨昭仪关系最好的秀女被查了出来，就是她们利用现代的药理知识对芙蓉的餐食动了手脚，而幕后主使隐隐指向贤妃宫中。皇帝没有动贤妃，但却把那2个秀女处以剐刑。行刑之日，皇帝命众人皆去观刑，要以此震慑后宫。我穿着与宫女类似的服饰混在人群中，中途佯装呕吐，捂着嘴巴偷偷溜走。没有人能想到，这样让人胆战心惊的刑罚之下，竟有人敢趁机暗探皇宫。这一次我终于发现，先皇后宫中的角门处有一条小路，沿着小路穿过一片杂草，直通前朝废妃居住的冷宫。而那里不仅符合先皇后描述的景致，也刚好有一口枯井。枯井旁边看似乱堆的几块大石头，其排布神似索尔兹伯里的巨石阵。在阵中的位置雕刻着不甚明显的凹槽，应该就是滴入鲜血的位置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我要怎么才能拿到皇帝的鲜血呢？
就在我绞尽脑汁寻找回家的办法之时，却不知道自己早已被一双眼睛盯上了。一天夜里，我经过御花园的时候，突然被人从后面用刀子抵住了腰。别出声，跟我走。我听着声音有几分熟悉，但没想起来是谁。那人一直把我劫持到花园的假山背面，才收起了刀子。我回过头，看到了秀女夏露与我一同进宫的姐妹。你找到了回去的方法？我吓了一跳，装作一脸懵懂。回哪去？宫女私逃是死罪。你不要命了？夏露冷笑一声。别装了，你明明和我们是一样的人。我已经观察你很久了，快说，你是不是找到了回家的方法？带我一起，否则我就去向皇帝举报你。我死不承认。我没有骗你，我真不是。夏露的刀子又抵在了我的脖子上。你痛快承认，我保证不会向任何人出卖你，只要你走的时候带上我。但你要是不承认，我一定会举报你。你猜皇帝会不会信你？如果我走不了，这些穿越女谁都别想活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明白他已经疯了。在这座皇宫之中，没有人能保持清醒和理性。我轻叹一口气。先皇后留了暗号，但是需要皇帝的血，这个太难了，我暂时也没有想到办法。夏露眉头紧锁，可能是怀疑我在骗她。我主动把脖子靠近她的刀。不信你就杀了我吧，反正一直留在这里，早晚都是死。夏露下意识收起刀子，瞪着我。你继续想办法，我给你3个月时间。如果3个月之后你不能找到办法带我走，我一定会举报你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全身瘫软，跌坐在地。就在我因为自己身份暴露而陷入恐惧的时候，更令我恐惧的事情发生了。夏露死了，死在了御花园的小湖里。宫里通报是失足落水，但我不相信会如此巧合。我猜测夏露背后还有另外的势力盯着我。这种被猛兽锁定的感觉让我毛骨悚然，重压之下，我直接病倒了。一连多日的虚弱让我几乎想要放弃。如果实在回不去，就安心留在这里吧，只要我低调行事，未必不能活到最后。可现实很快给我了狠狠一击。又有一名秀女死了，她只是用宫中的香料给自己调制了一瓶香水，就被以巫蛊之名杖毙。我终于看清楚，皇帝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活下来。我们这批人从入宫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了只有死亡这一个结局。皇帝这些日子只是在戏耍我们，像猫戏耍着老鼠。我们只是现实世界里最普通的女孩，没有人拥有同皇权换命的本事。我知道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如果再找不到回家的方法，我也会在某一天以莫须有的罪名暴毙。下定决心之后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打算在皇帝面前露脸。只有靠近他，我才有拿到他鲜血的机会。可我容貌寻常，也没有才艺，在美女如云的宫里丝毫不起眼。而且我之前还说谎自己是被误抓进宫的，根本不是先皇后的同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几乎没有得宠的可能。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一场宫宴之上，有刺客扮成舞女和乐师行刺皇帝。虽然有侍卫拼死护驾，但皇帝的手臂还是受了伤。我眼见他用帕子紧紧捂着伤口，又在撤离的时候遗落了手帕。我不顾宴会上还在进行的厮杀，拼死爬过去，偷偷捡起了沾着皇帝鲜血的帕子。等我回过神的时候，刺客已经全被杀死了。刚刚还热闹的宴会现场只留一地死尸，浓重的血腥味熏得我呕吐不止，连滚带爬地逃离了现场，被焦急等在外面的望春和小福子扶回了自己的住处。行刺皇帝，宫中必有内鬼。这一次皇帝没有放过贤妃和她的母族。听说贤妃大呼冤枉，恳请皇帝彻查，但却连皇帝的面都没有见到。闹了2天之后，贤妃终于消停了。我知道她想明白了，谁要刺杀皇帝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皇帝要他死，更要根除他父亲的影响力。在这期间又死了一个秀女，她明明什么都没有做，却被安上了帮贤妃送信的罪名。几天后的一个月圆之夜，我用迷药放倒了望春和小福子，并把他们捆了起来，这样无论是成是败，应该都能把他们摘出去。趁着夜色，我偷偷溜到了那间冷宫的院落。激动混杂着恐惧让我的双手止不住发抖，
我几乎是连滚带爬来到了枯井前，拼命拔掉周围的杂草。就在我把沾着皇帝鲜血的帕子放入凹槽的前一刻，这个废弃的院落突然灯火通明。我猛然转身，看见了最可怕的一幕。皇帝一身暗色华服，微笑着看向我，他红唇微起，仿佛下一秒就会如毒蛇一般吐出信子。朕果然没有看错你，韬光养晦，有意思，你身上倒是有几分他的影子。我吓得几乎不敢动弹，可本能却驱使着我赶紧逃走。我紧咬牙关，一把把浸湿的帕子按在了凹槽的暗纹之上，却毫无反应。皇帝笑了，像是老练的猎手终于选中了心仪的猎物。夜色之中，他向前踱了2步，然后朝我伸出手。过来，朕不杀你。我在极致的恐惧之下，大脑反而渐渐清醒。不杀我，那就是有比死更加可怕的东西在等着我。皇帝看向我的眼神并没有落在实处，反而像是透过我在看着某人。你在哪里找到了他留下的信息？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还留下了什么？我哆嗦着往后退了2步，几乎是站在了枯井旁边，再退一步就会掉下去。皇帝被我的动作惹恼了，不耐烦地啧了一声。瞬间，无数潜藏在暗处的护卫拉满弓弦瞄准了我。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，虽然一动不敢动，但依然没有放弃想要离开。就在皇帝耐心几乎耗尽的时候，他身后的曹公公突然上前。陛下，赵小主是难得能看懂先皇后信息之人，杀了未免可惜，不如让老奴劝劝他吧。皇帝挑挑眉，看了曹公公一眼，没有拒绝。曹公公先是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慢慢朝我走来。小主，老奴跟您说过，您的眼神很像先皇后，您再如何隐瞒，在这皇城之中也是瞒不过陛下耳目的。曹公公一边说着，一边靠近我。就在我以为他要抓住我的时候，他突然塞给我一把匕首。电光石火之间，我明白了他的用意。自裁，宁可现在死，也绝不能落在皇帝手里。我手起刀落，直奔自己脖颈而去。皇帝也在此时反应过来，拦住他。好几支箭矢直奔我的手臂和大腿而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曹公公一闪身挡在了我身前，瞬间被箭矢刺穿。我下意识去接他瘫倒的身体，也错失了自尽的最佳时机。曹公公的行为显然在所有人的意料之外，连皇帝都愣在当场，忘了继续下令。可就在此时，曹公公的鲜血滴落在了那处凹槽之中，刚刚还死寂的枯井突然爆发出一道道蓝光。在场的众人都被吓了一跳，不明白这神迹的缘由。可很快蓝光就变得微弱，我低头一看，原来是刚刚的血液已经被凹槽吸收。曹公公也发现了，他不等我反应，一把拔下胸口的一支箭，鲜血瞬间喷涌而出。曹公公用尽全身的力气，从怀里摸出一封信塞到我手里。在皇帝下令放箭的同时，曹公公把我推向了枯井之中。极致的眩晕之后，我从医院的病床上醒来。值班的护士按响了呼叫铃，无数人直奔我的病房而来。医生说，我的苏醒简直是一场奇迹。之前和我在同一场高速交通事故中昏迷的女孩子，已经全都过世了。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做了一场梦，虽然惊心动魄，但好在有惊无险。直到出院之前，我从自己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封书信，一封用毛笔写下的信。写信的人向我讲述了一段友情，尽管他自称为奴，且是对方为主，但那个女孩却说他们是朋友。我的心狂跳不止，曹公公的面孔在脑海中渐渐清晰。原来一切都不是梦。曹公公在信中说，他第一次看见我，就知道我和先皇后一定来自同一个地方。尽管我一直在伪装，但一个人的本性是无法遮掩的。我看向其他人的眼神里都蕴含着自己也没法发现的特质，叫做尊重。曹公公自幼在宫中为奴，先皇后是唯一一个和他平等相交的人。后来他的才华和能力被皇帝忌惮，他先进的思想更是为皇权所不容。先皇后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也想过要离开。她虽然找到了方法，但最终却没有成功，因为她在宫里的时间已经太久了，久到产生了许多不该有的感情和牵绊。先皇后知道，只要她离开，
所有与他有关的人都会被牵连，无数人会因他而死。所以先皇后虽然自尽，却藏起了自己的尸体，至今也没有人找到她。她不想连累身边的人，更不愿意以皇后的身份和皇帝合葬。泪水滴落到信纸上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曹公公以性命为代价也要送我离开。那道我之前无法解开的时空之门，压根不需要皇帝的鲜血。我曾认为其他的女孩子都被皇宫侵染和吞噬，但自己又何尝不是？红墙金瓦之间，不是只有皇帝的性命才叫性命。众生平等，只要意念足够强烈，其实每一个人的鲜血都可以打开那道机关。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